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天啊，又是周末了。那么周末的话呢，就带家人出来玩2天啊，玩2天。这里离我们家也不是特别远啊，然后就在山上吧啊。我前面视频也说了，我最近也喜欢到山上来。然后这个房子吧，也还行，现在也不是旺季了啊。现在所有西班牙的这种房子都是淡季啊，都很便宜的。平时如果卖300欧，现在最多也就200欧。那我这个话，它是一个带泳池的啊，一个这种别墅啊，就在我的这个别墅门口，它就带个泳池。这边是2个躺椅嘛，可以躺着晒晒太阳什么的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餐桌，对吧？吃饭啊，吃早餐啊，喝点饮料啊，或者说家人在里面游泳啊，你在这边看看书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嗨，笑，然后进来的话就是一个客厅啊，客厅的话，电视机啊、微波炉啊，有一个小炉子，你可以随便做一点这种吃的啊。他还配了洗碗槽，你看这个。哦，还有配了洗碗，然后这是餐桌。这个的话，它是个沙发床啊，就是如果你带小孩的，有沙发床给你小孩睡啊，也是挺好的，挺方便的。然后这种浴室也就一般般吧，但是它这个水还是很热啊，是淋浴的，没有那种泡，就盆浴啊。但是呢，在那个酒店那幢楼里面，主楼里面，它是可以有那个就是蒸汽桑拿啊，什么按摩啊，什么都有的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主卧啊，主卧，它也是拿两个床拼起来的。反正西班牙这边这种主卧很多都是拿这种床拼起来的，还行吧，总的来讲性价比挺高的啊。昨天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大晴天，今天就下雨，还是个阴天啊。好在这里面这个露天的游泳池它是恒温的，是热的啊，所以虽然是阴天，但是游一游也挺舒服的啊，也没什么人，就我们一家人啊。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移民家庭啊，怎么样能够守护住我们这个移民的家庭，守护住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啊，就是最后能够整个家庭朝着一个我们想要的好的方向去发展，最后达到目标。因为我们之前呢看到不少就是移民的家庭，他们本来就是想的都很好啊，大家一起到国外，不好意思，大家一起到国外，去过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了，对吧？更有发展、更有机会的生活了。对。但是呢，就短短没有几年，就生活不但没有变得特别的好，反而家庭都散掉了啊。本来我不想说这个话题的，因为这个话题很伤感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好说。但是呢，我最近就看到，就是也是住在我们这个区域的，也是一个中国人，他移民到西班牙来，年龄跟我也差不多，他们移民应该比我们时间还久一点。那最后呢，也是他的家庭就分开了。我看了他写的文章呢，我是很有感触的。本来我是想在上面留言，就说一些，就是那种祝福的话，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啊，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年龄40岁朝上的，好像觉得这种说几句那种就很轻松的那种话，那种话很表面，对，很表面，就不像说，就我10岁、20岁我去说，对吧？
就好像这个岁数说，除非你能说出一些非常经典的，我觉得有实质性的话，不然我觉得就是好像并没有能够帮到别人什么。但是呢，就我心里面，我肯定是希望他会越来越好的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两人也经常聊这个话题。其实，对，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很多这样的案例哦。我们会聊这个话题，就有一天我们会不会变成这样，对吧？也，我们应该不会。好吧。那还有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啊会变成这样？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放开脑洞聊一下。你先说，我先说。你先说吧。好，我先说吧。首先我觉得呢，就是当然这个其实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这种经历感觉啊，就我的移民的这个路程。我觉得就是，当你没有真正的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移民去生活的时候，你之前所有听到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表面的。比如说移民中介跟你说这个东西很好，或者说网上你搜资料看的东西都很好。你移民中介跟你说的好，那大部分的都是他往好的方面说。你也愿意往好的方面听。对。你也愿意往好的方面听，就是你自己搜资料的时候也是的，你刻意会回避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就像我来西班牙以前，我们来之前也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就碰到好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就多看一下。对，多看一下是这样的。看到不好的我们就说不会吧，西班牙不会吧，对吧？应该这种是人家乱说的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我们会，我们自己会就自己欺骗自己。对。然后呢，那么大家就会，都往好的方面去想，对，就忽略到这种非常实际的东西。对对对，就比如说万一不好了怎么办？像这种问题好像只有父母会问。对。就我妈就问我，那万一你去那边不好了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过后面的问题？对吧？对。那一般我肯定就会说不会不好的，不好我就不回来了，什么什么这种话，一般都是这样说的，对吧？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人，他最后他也现在也选择留在西班牙。而且他已经离婚了。对，他离婚了。对，他留在西班牙，他也就是在厨房里面就是打杂，然后送快递送外卖。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原来在国内做公务员，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是的，就是往往这种好像觉得付出了很多了，我再回去该怎么办呢？怎么面对呢？其实我也这么想我并没有就是说去贬低人家的意思，就我也这么想的。所以就是事实上出来的时候都是一心想的好，然后真正的落地了以后，你发现就现实你面对的东西才是完全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对吧？但是往往我们在开局这个游戏时，我们没有说清楚。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那么我们有没有约定？就万一我们这个梦想实现不了，过得也不好，那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一个止损？就大家就回去算了，对吧？就是说，游戏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团队不能散，这个有没有一种约定？很多是没有的，很多都是这种事情会避开的。就像两个人结婚之前，你说离婚我们要离婚了怎么办？一般人家都不会说这个话题，不会说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要想好那我们的止损就是，如果我们就不行，很多目标我们达不到，那我们就离开因为我觉得就是财富也好，什么移民也好，这种东西远没有就是世上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互相能够在一起合适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并且就是这个我们事先都会去考虑很多次，对吧？那么这点呢，如果你想清楚了以后呢，就接下来就是实际的面对了。实际的面对，其实我也今天就不要面子了，我就说，其实我在家里面买菜、烧菜、洗衣服、晾衣服、拖地板，
然后你有拖地板吗？有你吸拖尘吧。啊，然后各种东西，比如说灯泡坏了换灯泡，什么洗衣机坏了修洗衣机，那个脱排油烟机那种东西网拆下来给它洗啊弄啊，还有就是那个淋浴器坏了要修淋浴器，总之就是我其实从来过去没有干过任何这些工作。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都是打个电话找个人来修，对吧？但是你在了就是国外了，你在西班牙，不是我不愿意去花这个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慢。就等到他要来，就你先去找他来，打电话来约了，他要好几天，有的来了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所以我们都只能自己去做很多这种修理的事情。那么基本是什么都要做的，对，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就是国内的时候，比如说下雨了，可能我还不一定会去给你送把伞什么的，就跟你说打个车回来了。但是在这里的话，就可能还要拿个伞去接一下呀，去什么，就是说你真的到了实际这个情况了，对方也是很难的。就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有压力的，都过得会有这种不如意的东西，哪怕很如意，你都会有乡愁，你都会想念，就是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吃的东西啊，朋友啊，亲人啊。很多人说啊，我完全融入，我什么这他妈扯淡，我操，这骗人，真的真的。我算是一个从小居无定所的人，就我从小就光在国内我就待过好多个城市，然后我工作了以后，我基本上中国时间只待一半，其他一半时间都在国外，但我从来没有长期居住在国外，几年几年这样居住，就几年几年这样居住完以后，我发现还是会有些想念的，真的会有些想念的。以前你没有想念，可能那个时间节点还没到，对，就是说，比如说你半年，你觉得你想念了，哎，你就飞回去把你想干的事情干一下，对吧？但是这个几年，比如说我们是孩子什么要带大什么，就没有时间跑来跑去啊，那你就这个节点到了，所以你要特别能够就是体会对方。像我的话，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老婆她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基本都要去学啊，我要去学，去自己做，去买这些材料。就我从一个不会烧饭的人，妈现在都可以开饭店，就变厨师。你是我们家的中餐大厨。啊，对，中餐大厨，就是说这种事，我觉得就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如果我做到这一点，就你还是要走，你要跟我分开，那我也没办法了。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尽力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出来了，就是作为我男的，我该怎么样做到，对吧？其实我也是个很懒的人，我都不愿意就是干活干什么事情，但是就真的我就咬咬牙，我就自己，比如说那个晒衣服，把衣服收回来，其实我也不想干，我真的不想干，但是就是只要弄好了，我必然会说，哎呀，我要去晒衣服，我要去拿回来，不为别的，就是我觉得你自己多干一点，就别人他的良心他就一点点会积累这些东西存在在里面，对吧？好，接下来该你说了，你说说女性方面的，你们女人的心思我们也不懂，我觉得就是除了你刚刚说那些哦，就是我分析下来，他们移居海外，就是离婚最大的原因还是就夫妻两人的感情不够深厚吧。对，我觉得像我们两人哦，就是我们俩以前在国内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到国外，我觉得我们不但就是感情没有变淡，我觉得我们感情还更好了哎。你有没有觉得？就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有了孩子以后，然后我们俩在异国他乡，就是一起生活，然后就是互相支持对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感情还更好了。就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多理解对方，然后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吧。其实也跟刚才你说的就是差不多。你觉得很多人他们离婚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感情就不够深厚。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不同意啊，就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感情不够深厚，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分的，
有一些比如说是一见钟情，对吧？就他们可能感情是够的，就他们有这种互相喜欢啊什么这种东西够，但他们在一起经历的东西很少。对对，就这个意思吗？对，就有的可能我觉得我们之间，你说可能就是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对，所以这种就是说好像就日常中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就不会影响我们太多。可对能当时我们会有一些小的争执啊，但就是只要我们后来就是说通了嘛，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也不会什么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一直积压着。我觉得，那种就是你觉得有什么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在移民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导致我们最后会分开呢？我好像想不出来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吧，好吧，其实我觉得，呃，什么语言学好啊，或者说工作找到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如果唯一导致我们分开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你出轨了或怎么样，但我觉得你也不会。对，对，这个是就是我唯一就不能接受的问题。我老婆她去管孩子了啊，那我接下来就再说几句吧，补充几点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年龄比我大一些啊，有的观众年龄还比我小一些，我也不能算是过来人，对吧？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总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真的就你这个家庭你打算要移民了，不管你现在的财力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情况、家里情况、环境怎么样，因为其实是一切东西都会变化的啊。就你真的你移民到国外了，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就想离婚了啊？他们可能在国内他们不会离婚，就是因为变了啊。因为那个在国内的时候，你感觉很多东西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的，有一个基础的，就是说好像这个局势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一旦到了国外，你比如这里也没人认识你，然后所有在国内原来那些积累全都没用了，全都在这里重新开始，所以谁都会干出就是就跳出原来那个圈子，干出就是说他原来可能不会去干的事情，就比如说他离婚，对吧？所以就如果是你已经要移民了，或你要移民的，就你必须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到了外面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啊。然后万一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你真的你要做好打算，你什么都要愿意去做。就像我自己啊，就如果比如说现在要去餐厅做服务员，要去厨房里面去做什么切菜啊什么，或者是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再苦再累的工作，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甚至不用到这一天，就你肯定要在家里面，你要有先知先觉嘛，对吧？啊，就你既然已经是个家庭了，那么你就只能为这个家庭去努力，去奋斗，是吧？那实在如果就是你做了还是维持不了，或者说情况也没变好，那么最后就大家要看，就是要止损，对吧？就是你是不是大家一起撤退啊？那如果别人真的就变心了或什么，那就你自己心里面是没有遗憾的啊，因为我已经做到100%了，对吧？或者99%了，我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啊，千万就是不要把移民这件事情看得很简单很轻松，好像觉得我带了多少钱，然后很多事情好像就会慢慢的会好的啊。就比如说像什么学语言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啊，我3年肯定会学到什么，5年肯定会学到什么啊。正常情况可能你3年没有学到什么啊，但是你口袋里现在1毛也没有，每天在门口要饭，可能你1年就能学会了啊。就是很多它是变量的啊，在不同的情况下面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啊。好吧，那我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啊，外面也坐着也冷了，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交流。